点啊！少。刘哥，请。我跟院里请请老师了，你这电脑里改造，只要一下雨，整个这一楼道一路闪光灯，弄得我跟他们要个明星似的。刘哥，这病房里的病人不见了。回头看。关。行了。赶紧查房吧，查完房，咱哥俩就歇了啊！哎，去过老冯的房间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怎么排到过夜班呢。学着点啊，今儿我，明儿你。小齐，先把钥匙给我。收好了，任何人不得进去。明白。过来。交代交代吧。交代交代吧。你很面熟啊。也面熟。凶器是把手术刀。凶器是把手术刀。一刀毙命。一刀毙命。你是在学我说话？你是在学我说话？从尸检和现场初步勘查来看，死者小刘是被手术刀割断颈动脉，大出血而死。目前锁定的犯罪嫌疑人是案发时唯一在场的精神病人老林。但这老头对自己是否杀了人毫无意识。表面上来说，这应该是一起精神病人无意识杀人案。
但从目前现场收集的证据来看呢，这个案子还是有不少的疑点值得推敲。比如说死者小刘，他身上明明有把钥匙，为什么被袭击的时候没有尝试把门打开呢？报告，接线警员荔枝前来报道。出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他们到这儿了。这是现场物证上采取的指纹，检测结果随后就会出来。一会儿呢，继续对相关目击者和嫌疑人进行审问。这种精神病人杀人案先例很少，局长对这个案子很重视。大家伙加把劲儿，争取在他回来之前把案子给破了。是。A 组大磊带队调查受害人的社会关系。是的。B 组去现场进一步取证。哪个负责？没问题。C 组的人跟我走，其他人随时待命。队长，登队，报告，实习警员荔枝前来报道。不错啊，积极性挺高。不过呢，根据规定，实习警员还不能参与凶杀案。不。哎，但是啊，我这有个更加重要的任务给你。您说。下午有位从美国来的犯罪心理学家要来咱这儿。美国的犯罪心理专家，美国专家，可是我英语不好怎么办呀？不过队长，你放心。告诉你啊，别给我吊儿郎当的。这个任务特别重要，搞砸了你就甭想转正了，听到没？我经理岂是池中物？法医已经核实了刀上的指纹，当晚的监控也只有实时录像。看来只能从现场的脚印中分析了。没问题，这就去办。哎，嫌疑人怎么处理？啊，院方已经安排了单独的房间把他隔离起来了。好，就这。算了，可惜了。
所有的病人都要及时的处理好，分区重点。管家，有点急事，我要吃个小女孩。妈妈，有请。队长，我闻到什么味儿了没？医院的味儿。谎言的气味。不是，队长，您听我解释。别解释，千万别解释。你还有2次机会。下午的讲座你要搞砸了，你就跟贾教授再见吧。好。不是，队长。你还有1次机会。疯了。你干嘛？别动，别动，师弟啊，那个临时抓回来嫌疑人1名，别动，别动。那个会场就先拜托师弟了，走。老实点。小疯子，让你不吃药不是，让你乱跑不是。等姐一会儿忙完了就送你回去啊。乖。我后来上警校哈，也不知道那几个搭档怎么回事，4个受伤，1个植物人。阿姨，你说说，就这身体素质，咋考上的警校嘛？阿姨，我帮你来。不用不用，没事儿。不用，来，没事儿。不用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完事就放你，乖。
对不起，我不想这样。我真是不想这样了。你这个贱人！我在说话知道吗？我在说话知道吗？你这是不尊重我。小丑杀手，正则是第一囚犯，半年内作案4起，每次作案时都会给警方留下自拍的视频。连环杀手一般都有典型的心理疾病，动机不为求财，不是仇恨，会随机杀人，甚至还会有对以往罪犯致敬的模仿犯罪出现。一般刑侦手段对他们来说基本没用。至于你们，这些行走的警员手册，来听这回心理思想课，算是吃亏可是的。若想深度了解小丑的犯罪心理，下回见喽。哦，对了，我觉得以后你们这堂课应该改名叫《警员手册不会教你们的这些事儿》。下课。哎，那谁，钥匙。你可以的。队长，我别解释，千万别解释，丢人丢到家了呀！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还有1次机会。不是你半次。别说当队长的没提醒你，再有半个月就是公安系统行政资格考试了，好好努力，不准再掺和办案。哦，对了，手铐给我，给我。手铐我先没收了啊。行政资格，叫我做后勤嘛？赤裸裸的歧视女性。进。奶奶。来，喝点果汁儿。这福是奶奶给你求的，她能保佑你平安。你呀，最近要偃旗息鼓，低调做事，最好呢是锦衣夜行。什么？指纹对比结果出来了，作案凶器上的指纹，只有头号嫌疑人疯子老林的。你们说，这疯子老林到底跟那个护工有什么过节啊？难不成真的是犯病后杀人？头儿，这也太顺了。除了杀人动机、凶器和作案证据，通通一目了然。对呀，这也太顺了。看来我们这次是可以早收队喽。所有证据都送到嘴边了。嫌疑人是个疯子，还结结实实的关在精神病院里，生怕咱们看不见似的。哎，队长，您，哎，去哪儿啊？
嗨，新人，别怕，来都来了，熟悉一下吧。看大侦探的，饮鸩止渴喽。真人版感不感兴趣？你说的不会是你自己吧？你日常的运动是每天清晨的瑜伽，脖子修长，手臂纤细，有精致的日常生活。但你的皮肤状态显示你热爱喝酒，偶尔小酌一杯了。是甭喝必多。我只是昨天一点点。身高比例极度符合人体美学的标准。还有呢？九头身，骨骼匀称地隐藏在你健美的肌肤之下。第一次被夸健美，好害羞啊！健美是人体最理想的状态，没有一丝慵懒和懈怠。樱桃小口，云眸皓齿，你看中人的外表。纤纤玉手，没有过多的修饰，洁白而整洁。你更专注个人修养。平时喜欢看书，看书的时候爱做些批注。爱看英剧，心思缜密，却有冷幽默的一面。对现实生活中的男人们很失望。这都能看出来，从何得知的？从你单身超过3年的状态。好大的胆子，敢碰我的人！还有我案子里的死人。队长，我没有重大发现。实习生荔枝，未经允许擅自进入解剖室，该怎么处罚？凶手下手稳准狠，一刀毙命，怎么看都不像是病人做的，更何况是年过半百的病人。从罪犯心理侧写角度上看，凶手不等同于一般的精神病患者，他行事谨慎，也很狡猾，或许会刻意留下某些物证。这也算推理？那要是误打误撞呢？精神病患者不等同于疯子，你这么称呼不合适。我看是某些人对嫌疑人起了袒护之心吧，跟我这扮柯南演福尔摩斯呢，故弄玄虚。在真相没有出来之前，一切都是可以的。用什么方法重要吗？好，我倒要见识见识您那套有的没的的搞法。我只是市局的刑侦顾问，我并没有办案权，只能侦查、分析和取证。凶手还是需要你去抓。说的有道理，那就这样。荔枝，你来配合程教授。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。陈教授，加油啊！哎，你说我们是不是红了呀？哎，如果一会儿有人要找我签名或者合照的话，你说我会不会有点尴尬？你什么表情嘛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警局的焦点，明日之星。你这么膨胀，我怕你爆了炸到我。你会后悔的，我可是前途无量。我觉得是不自量
带到，出发。你嘛呢？追呀！队长要公平，资源要共享。那个，你这，师弟，那个，一会儿再给你弄啊，一会儿。干嘛呢？刚才这几个人呢，还都算老实。第二个人呢，有点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可以安静会儿吗？怎么，程大教授现在就知道谁是凶手了？毕警官，以你的经验，你觉得谁值得研究一下？我觉得赵助理最可疑，应该先查他的。你觉得他们会和警察说实话吗？看着这个是吧？小廖，抽根烟？不要啊？啊？妈，辛苦了啊！来来来，抽根烟。不了。走，丹丹，咱们上那边。你从哪儿搞的这件衣服啊？款式也就算了，这颜色是不是显得肤色特别黄？你叫我过来干嘛？病人这个时候都在天井里晒太阳，这没人，好操作。操作什么呢？你死者啊！我哪会演啊？那怎么当明日之星啊？我无所谓啊。
对于心理侧写师来说，死者生前居住的环境、行为习惯，同样会说话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，搞了半天还是猜。不过咱就算是猜，咱能不能把精力放在活人身上？破这案子，领导不会给很多天，今天可都是第2天了。语言和行为暴力是他成年后的一种心理释放。小时候应该受过一定程度的校园暴力，向比自己弱小的人或事物施加压力，是他寻求自我认同的唯一途径。所以，他喜欢打扰那些正在睡觉的病人。这是一种不能消解的力量。小刘又将这种累积的暴力情绪转移到了精神病院。无辜的总是弱者。所以，小刘去精神病院做助理，是为了凌辱那些疯子，进而得到认同和尊敬，对不对？站住！老实点。你干嘛？你很擅长这一招啊！我用惯了。恭喜2位啊，抓了条大鱼，勇气可嘉。程教授，你们抓回来的这个人，他就是个发小广告的。以后城管部门的事情啊，就让城管部门去做。如果你们2位真的这么热心呢，不妨调职过去，也是一样的为人民服务嘛。仔细调查小刘的人际财务关系。好，记着。记得要走心。少废话，保证走心，影后级别。来吧。你继续演死者，我演凶手。好啊。喂，痛！不好意思，条件反射嘛。你是死人，你不能动的 ，OK？ 那要不然，你来演死者。好，换一下。又怎么了？据小王说，他们打开房门时，病人正躺在床上。如果病人真是凶手的话，我们就应该从床边开始推演。做戏做全套啊，行吗？现在我们来想一下，小刘到底做了什么惊入了睡梦中的你？小新，你找我啊？这是解剖后的完整分析报告，你看一下。好。停！怎么啦？你飞过来好了，你这么快干嘛？你吵醒我，我生气嘛。根据小王的证词，当晚小刘尖叫的时候，他正在小杰的病房安抚受惊下的小杰，整个时间不是很长，而且小刘叫得很奇怪，他印象很深刻。老疯子年纪大了，
按道理说，简单的吵醒不足以让他有如此过激的行为。你再用心演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冲过来一刀毙命杀了我。太好了，有了你的鼎力相助，破案不在话下。努力，看好你哦。拭目以待。不过，我是否有权利把资料分享给陈教授一份呢？啊，当然。夏洛克有话说，教授。我一会儿视频跟他说吧。夏洛克，该死的夏洛克！老疯子，查房了。哥，太假了！再来。停！哥，停！戏不对呀！再来。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！怎么了？第一，以老人的身体素质，他做不到从高处杀死小刘。不错，我们下面再好。哦。第二嘛，当我以这种心态冲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并不想杀你啊。这就对了。你小刘的行为根本不足以让老疯子产生如此大的反应。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我记录了病人平时走路时脚步的距离。原来你上次是在量这个，我还以为你也是神经病呢。好吧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我刚才裤子好像破了。进。队长，我们已经确定推断出老林不是凶手，凶手应该另有其人。证据有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凶手会比小刘高很多。那么你觉得应该是谁呢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我们会知道的。实习生，听风是雨、血口喷人是不对的。我们警察办案呢，凡事要讲究一个证据。证据会有的，我来只是要告诉你，老林他不是凶手，他是清白的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来晚了一步。你不会已经结案了吧？你们的这些所谓的推论，我早就已经知道了。而且呢，我还找到了相关的证据。关键是，比你早。根据秦好的进一步尸检报告，刀口是从上往下刺进死者的颈动脉，所以说凶手一定比死者高。对啊，所以老疯子比死者矮，所以老疯子一定不是凶手。我们没错啊。您的推论或许是科学根据，但是推论永远是推论，这才是证据。不要以为读过基本破书，会一点推理就能破案。程教授。还需要几天时间，输了可就丢人了，夏洛克先生。你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？还有几天的时间了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我连警察都当不了了。也不知道是谁演的那么差。
我是来做警察的，又不是来考表演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先点菜啊。老板，你有菜单吗？没有。那您家有什么特色菜吗？意大利面条。有什么口味吗？不分口味，就分大小盘。那要大盘吧，2份大盘，谢谢。就要2份。说真的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有啊，你信不信我？我真的很想当警察的。拜托，你放我警察吧。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赢。好，那我们加油，一定要给那个大白牛点颜色看看。那个程教授，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事儿。这几天你也挺辛苦的，然后一个小小的礼物，想要送给你，希望你笑纳。请保持一下距离，谢谢。保持你妹啊！保持距离。这个灵符可灵了，可以聚人气、避邪气、防小人的，你收下吧。真的假的？收下吧。问了一上午，什么都没问出来。指望从他们嘴里问出些什么不现实的，要学会揣测。揣测？我看我们是输定了吧？别着急啊，还有时间。我问了一下夜班的值班员，还有日班的保安，还有几个看起来稍微正常一点的神经病。我现在有点怀疑我自己到底是不是正常人了。语言是会说谎的，要从观察中培养想象力。你好。你好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小杰。这里病人多久洗一次头发？这个就不一定了，有的病人比较爱干净，喜欢洗澡；有的病人就特别抵触。来，小杰。
我们小杰就最爱干净了，是不是小杰？哎，你吃就行了。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小杰以前是个画家。画家？我们换个地方说吧。小刘在被杀之前，有没有看过这幅画？这个我还不太清楚。死者小刘的手机里，的确出现过这幅画的照片。这是小杰画的？哦，对，是他画的。我总感觉这幅画哪怪怪的，让我特别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？说不上来，就是不舒服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啊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先出去了。谁让你们来的？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是吗？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给我出去！头儿，按照你的吩咐，他们已经分头去调查嫌疑人的财务状况去了。好，抓点紧。头儿，我听说那个美国专家，天天搁那精神病院里待着，又演戏又捉迷藏的。你说他这是哪门子的办案方法？可不是吗？昨天医院还打电话投诉呢，问咱妈子什么时候能接。没事儿，他就是跳大神儿由着他。反正离我们破案也就没几天了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好了，干活去。得令。你发没发现这个女孩和其他病人不一样？发现了，她特别漂亮嘛。清新脱俗，庸俗。你就不想想她特别漂亮的原因？人家基因好呗，还能是因为什么？你看看其他病人，头也不洗，脸也不洗，指甲也不剪，当然漂亮不见。很明显，她受到了小王和其他人的特别照顾。那个老疯子也干干净净的，你怎么不说他也受到照顾了？他干净，因为他是个体面的人。体面人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看多半是因为什么不体面的事儿吧。这幅画到底隐藏着什么含义啊？以至于能让小刘引来杀身之祸？行了，想你也想不出来，要不然我们来演一遍。
助理这边有线索了。头儿，头儿。 没人。队长，这也没人。队长，没人。好，四处搜查一下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大喜，看看有什么。 暴力宣泄是他成年后的一种心理释放，这也许源自于他的童年时期，小时候可能受过一定程度的家庭暴力。好，嫌疑人在这儿。初步判断，死者是由于失血过多引起的休克死亡，致命伤是右手手腕的割伤。从血液凝固状况来看，割腕时间大概是4个小时之前。 他还写了遗书，是畏罪自杀，不是自杀。现场还来过另一个人。你说来过就来过呀，证据呢？死者生前不太爱干净，地面灰尘明显，但茶几。这就是证据。 死者生前心血来潮做了下清洁，不可以吗？死者死在浴室里，但屋内依然有很重的烟味儿。鼻子灵是吗？这也能算证据？浴缸中肢体形态怪异，死者生前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但是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马拉之死。够了！哈哈，马拉之死，世界名画，自杀身亡。 还要给自己 cosplay 一下的故事，我也真是佩服你的想象力。死者肢体的样子是凶手刻意摆放的，它是有寓意的，而且我还能确定，凶手是个有洁癖的人。按照你的说法，有人来过，杀死了赵助理，还替他擦了屋子、扔了垃圾、写了遗书，然后还把他放进浴缸里洗干净了。 对吗？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之前怀疑了赵助理，现在犯罪嫌疑人都已经死了，案子不是咱们破的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。总之，你就是不肯信我，你跟邓瑞国一样。 都觉得我这些推理是儿戏，是吗？之前我那么的相信你，什么海归，什么教授，现在呢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5天的时间，只剩下6个小时，就算还有其他的犯罪嫌疑人，咱们也破不了了。
我信现场取证，即使是推理，也应该有实证多支撑。破案不是儿戏，他疑似信口开河的推理，很有可能造成对嫌疑人的误判。这个责任，他担得起吗？常一，这次我站在队长这边。我信了你那么多天，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了。我们兜兜转转了一大圈，得到的却全部只是推论，而邓队却能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去立案。你一直都在埋怨我，说我的演技不好，不走心。是我迷信了什么心理侧写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把证据找出来给你看。检测结果很快就会出来了，这个案子就要破了，一切输赢也该有个定论了。案子都已经结束了，快回去吧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看着我行不行啊？如果是为了案子的话，咱们破不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什么都可以放了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就是个赌局，但我不是在跟他比。每个案子对我来说都是一场不能输的赌局，在案子面前，我只能赢不能输，我也输不起。案子，疯疯癫癫，神神叨叨，赌徒，我看你就是不甘心吧？赵助理他不是凶手。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，你看看，你和精神病人有什么区别？原来如此。
我们还有时间，输的不一定是我们。可以的话，我能单独和他聊几句吗？他现在病情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不希望您说些什么刺激到他。熄灯之前我就走。行，熄灯之前。谢了。小杰，还记得我吗？是这个人给你的苹果吗？好孩子，吃苹果。苹果就是苹果，根本不是什么禁果。你害怕的不是苹果，是蛇。但蛇又意味着什么？
那天晚上，还有谁能拿钥匙开门？那天晚上还……原来你才是那条坚强的毒蛇。你错了，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，只要你做过，就会留下痕迹。是吗？赵助理，贪财小人，心理扭曲，他只是个替死鬼，就为转移你们视线。好好放松放松。对，你说的特别对，但是有什么用？人都死了，小刘他死不足惜。那小王呢？小王为什么要伤害他？小王，他，啊？对呀，为啥？小王，他和我一样，爱上那个不该爱的人。你也是啊，你在查一个不该查的案子，对吗？他跟你不一样，他都还没有参杂这个欲望。就算没有结果，他也会尽可能带给小杰一丝光亮。而你呢？你就是个魔鬼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要把我和小王相提并论。在这个医院里，没有我，小杰早他妈死了。我才是小杰的救世主，是我。你所做的一切，不是你说对就是对的。我做什么，就不劳烦你了。我只要告诉你，
在这个医院，只有我。只有我张贤良对小姐是最好。你为他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。你根本就是自私。若干年后，小王同样会做出和我一样的事。如果他真爱小姐的话，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。没有人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我们都是欲望的奴隶。
程云，程云。 优秀警员律师到。贤姐，亏了有你，这个案子破的才这么快。讲座一定要搞好，我也要学习学习嘛。